乐宝家里又来人了。乐宝每次看到这几位哥哥就知道自己又要有小零食吃了。这几位饲养员是为乐宝治疗皮肤的兽医，此时乐宝已经呲着大牙等不及了。之前乐宝后背两侧曾出现过脱毛的现象，饲养员们发现这一现象后，赶忙询问了我国专家。我国专家及时赶往了韩国，去给乐宝进行进一步的诊断和分析。经过双方兽医的商议后，确定采用激光治疗。这个治疗过程已经持续很久了。现在再去看乐宝后背两侧的皮肤时，明显可以看到乐宝的皮肤长出来的新毛。如果将其放在一起，也可以看出明显的区别。兽医们拿好工具来到乐宝房间，而江爷爷此时正用小零食给乐宝吸引出来。之后便到了乐宝享用小零食的时间了。因为是激光治疗，乐宝并不会有什么不适感，甚至乐宝常常感觉到这个时间如果再变长一点就好，因为这样自己就可以吃更多的小零食了。一会儿，宝家所有成员的营业工作都进入正轨了。圣希阿姨来到监控器前，圣希阿姨这项工作很重要，目的是观察瑞宝、辉宝有没有在园区。当圣希阿姨发现青团时，就会发出宛如发现了黄金一般的声音。우와 진짜 제대로네。 而江爷爷这里此时正在去看望自己老朋友的路上。自圣希阿姨也成为第一饲养员后，江爷爷自由活动的时间也变多了。江爷爷来到了他的老朋友黑猩猩这里，江爷爷的老伙计一眼就发现了江爷爷，立马走到江爷爷面前。圣希姨母表示，其实是江爷爷升官了。 예전에는 판다월드의 주축으로 딱 자리를 하고 계시다가 지금은 좀 넓게 다른 동물들까지 같이 함께 총괄로 지내고 있어요. 也可以说是江爷爷现在变得更忙了。看来爱宝乐园园长是在将江爷爷往自己的位置，这样等江爷爷退休时，园长也有合理的理由将其留下。中午，辉宝和爱宝一起躺在小亭子上睡着午觉。爱宝现在渐渐的不喜欢在滑梯上睡了，空间太小，没有小亭子上宽敞睡得舒服。不知辉宝是不是嫌妈妈背后沾的青团有气味，小手还捂着小鼻子。殊不知这个青团本就是辉宝自己的。 而辉宝和妈妈在小亭子上睡觉，这可便宜瑞宝了。瑞宝独享小滑梯平台，睡得很是惬意。而爱宝这里睡着睡着，从屁股后面掉了几颗青团下来。而瑞宝这里的睡觉姿势则是越来越抽象。爱宝和辉宝睡着睡着，也给自己换了个姿势。爱宝一屁股给刚才的青团全坐在了身下。早上时，瑞宝和辉宝在小树上玩耍。瑞宝此时爬到了高高的树顶，辉宝此时正在树下辗转。 当辉宝想要爬上树时，瑞宝在树顶挡住了辉宝的去路。瑞宝不想让辉宝爬上去，瑞宝给辉宝从小树上推了下去。姐妹俩中午营业完后，福宝来到了园区。福宝在园区仔细嗅着妈妈和妹妹的气味，或许福宝能够通过他们的气味，以此来知道他们刚才都在园区里干了什么。福宝兜兜转转来到了饮水盆前，撅起屁股给饮水盆做起了标记。福宝总是这般出乎人的意料，谁也猜不到福宝下一步的小心思。 这也是福宝很受姨姨们喜爱的原因之一，总是古灵精怪、可可爱爱的。辉宝今天又跟南天竺干起来了，眼前的南天竺都已经拄上拐了，但辉宝依旧没有要放过他的想法。此时拄着拐的南天竺喃喃道：“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归来倚杖自叹息。”甚至就连旁边的油菜花多看了辉宝一眼，都挨了辉宝2巴掌。园区里的油菜花正一颗一颗的减少，欺负完小花小草。 辉宝一转头，看到了正在偷看自己的爷爷。辉宝快步冲了过去，和爷爷玩耍，但被爷爷无情的提溜起来放了回去。之后，辉宝便守在门口，哪儿也不去了。辉宝扶着爷爷的通道门站了起来，和楼上的姨姨们打着招呼。而此时的瑞宝则安静许多，独自坐在小滑梯上，乖巧的吃着竹子，不吵不闹的，尽显文静公主的气质。一会儿，辉宝跑到瑞宝身边，玩起了滑滑梯。辉宝在园区从早玩到黑，根本不会觉得累。 有时候姨姨们都觉得室内园区已经不够辉宝玩耍的了。辉宝从滑梯上下来后，又来到了小树上，抱着树干又是一顿啃咬。等下午姐妹俩回家后，福宝来到园区营业。今天爷爷给福宝准备了一个超大块的窝头，直接给福宝吃开心了。福宝一边吃大窝头的同时，还不忘舔舐掉落在身上的窝头残渣。福宝一直都是懂得勤俭节约的大熊猫。福宝将肚皮上的窝头残渣舔舐干净后， 又继续抬头啃咬自己手里的窝头。福宝这吃窝头的样子，看上去尽显岁月静好。爱宝正趴在小滑梯上休息。爱宝趴在小滑梯上后，便没有了姐妹俩的位置。不敢和妈妈抢地盘的辉宝，抱着小滑梯，自己给自己掉到了小滑梯下面。不过这样一对比，辉宝最近长高了不少。以前辉宝都够不着滑梯扶手的，而现在感觉快比滑梯高了。辉宝掉下去后，
爱宝给自己换了个姿势，给一直藏在身后的瑞宝露了出来。此时瑞宝被妹妹爬上来的声音吵醒了，瑞宝爬起来给自己换了个位置。瑞宝这2步路走得人不人样的，或许瑞宝早就知道瑰宝上来后肯定要折腾妈妈，而自己还是睡在那里的话，难免会受到波及。瑰宝在爱宝身边折腾来折腾去，丝毫没有困意。一会儿，瑰宝索性直接来到了旁边的小树上，自己玩耍。瑰宝向来比较独立，很符合大熊猫喜欢独居的本性。而瑞宝这里则正躺在妈妈身边，吃着竹子，妥妥娇贵的小公主模样，让来观看的姨姨们不断发出耶波耶波的声音。下午福宝营业时胃口不是很好，福宝总是痴的望向窗外的姨姨们，总是吃一口就发会呆。不知是不是福宝也感觉到了自己将要离开的氛围，吃竹子都变得不积极了。而乐宝这里则看到最近自己窗外的姨姨们越来越少了，都去自己女儿那边了，于是便给姨姨们表演起了新节目。乐宝爬到高高的树顶，采摘着和树平齐的竹子。这棵小树乐宝之前都没有爬过，乐宝在树上来回的攀爬晃动，树上的叶子纷纷向下飘落，乐宝在树上辗转腾挪，像是玩够了打算下来，但上树容易下树难，这让宝家最灵活且最健壮的乐宝也犯了难。乐宝环视着小树周围，寻找着合适的落脚点，等乐宝摸索好后，抱着树干一个180度大回旋，平稳落地。此时园区外面传来响彻的欢呼声和赞叹声。宋爷爷在采访时被问到爱宝现在的育儿方式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宋爷爷表示，以前福宝自己的时候，爱宝对于福宝过分的行为都是一巴掌拍上去。此时正在睡梦中的福宝醒了过来，表示自己回想起来感觉屁股还会隐隐作痛，而现在的爱宝就是在一旁看着姐妹俩打架。宋爷爷表示，在爱宝出外场前，饲养员做了很多准备，例如需要多帮爱宝带娃，但现在看来完全不需要。江爷爷表示自己也有相同的感受。随着福宝马上将要回国，爷爷们都开始紧张忙碌的为其做准备了。福宝现在居住的房间牌子上写着分娩室，这里是爱宝当时分娩用的房间，现在将由福宝用来隔离使用，因为这里离饲养员们最近，观察最方便。江爷爷表示，后面还会在这里训练福宝坐飞机时需要面对的空间问题。2个爷爷现在对于福宝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女儿一样。宋爷爷还表示，现在每天来上班时总想着给福宝带点小玩具，就像是每天回家时想给自己的女儿带点小礼物回去一样。宋爷爷还听姨姨们讲过，每次福宝看到自己一出现，眼睛就像会发光一样，有种自己内心期待的人突然出现在了自己眼前一样惊喜。福宝心想，爷爷这次又带来了什么好东西？主持人问宋爷爷，之前在日本生活的香香因为性格敏感，回到中国后9个月才和大家见面，觉得福宝会需要多久？宋爷爷表示，福宝应该用不了9个月，因为宋爷爷从心底觉得福宝很聪明。宋爷爷表示，自己虽然只照顾过这一次大熊猫，但自己照顾过很多其他的野生动物，福宝则是他们中最聪明的，就像人类一样。宋爷爷很有信心，福宝回国后会表现得很好。之后，主持人又问到和福宝之间有没有无法忘记的瞬间。宋爷爷表示，是福宝在室外园区从树上摔下来的那一天。宋爷爷表示，那段时间会经常梦到福宝从树上掉下来的情景。当时宋爷爷伸手去接福宝，但没有完全接到，因为当时福宝已经非常重了，因为连树枝都能压断了。当时福宝砸在了宋爷爷的手上，爷爷的手臂为福宝缓冲了一下，宋爷爷感觉自己负罪感挺大的。而如果自己的手臂没有为福宝起到缓冲作用的话，自己负罪感会更重。这个事情经常让宋爷爷从梦中醒来时懊恼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接住福宝。